今天是2020年的1月3号，我们今天讲一讲羽毛球的问题，好吗？羽毛球呢是中国比较受欢迎的一项运动有可能是现在是最受欢迎的一项运动之一实际上我觉得羽毛球是现在中国的第一大社交运动，是不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它呢给员工的这个运动都是羽毛球，是不是我们说虽然中国的国球是乒乓，但实际上羽毛球已经取代了乒乓成为很多企业一些这个政府单位这个年轻人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是不是我们说打乒乓球的人可能人数可能都没有羽毛球这么多，是不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城市的一些这个晚上你们可以去看一些球馆里面最热门的这个球馆，那我想就是羽毛球球馆，对不对实际上上次有一项调查说中国大概有80万片篮球场地那排名第一名，就是这个比赛的场地里面篮球场排在第一名，第二名是羽毛球场。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篮球场为什么特别多实际上很多篮球场都被改造成了羽毛球场，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培训两大这个项目，篮球和羽毛球，还有足球。足球当然是一个比较这个好的项目，比较好的运动，但是从培训的青训的角度或者市场的角度来说，足球的市场并不是非常大，因为本身足球的对抗比较激烈，是不是然后呢就把一半的女生给怎么样吓退了从事。但是我上次我去那个，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很多小朋友，他那个1年级的女生，1年那当然这个比较少数。那么一般的家长比如说是有女儿的，你让女儿去练足球，反正我从中国人的角度上说，感觉好像不太正常，对不对？比较偏门比较偏门。但是你说让一个女生去练羽毛球，好像就算正常多了，是不是那么爸爸简单说一下这个羽毛球，爸爸认为存在的最大的问题。那么我认为羽毛球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球上面。比刚减短了好多。对，减短了一些那么羽毛球是世界上最耗费羽毛的运动，是不是那么羽毛球呢那个羽毛球呢，我认为是世界上最不环保的运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打几下就废了。对一个羽毛就从这个我们说羽毛一般是鸭毛或者鹅毛，对不对这而且是真的鸭毛鹅毛上剪下来的，然后呢装到一个球上，然后给一个世界冠军打了2下废掉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每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每年被浪费的羽毛球有多少个反正我觉得是肯定会超过1亿个，几千亿个有，几千亿个没有的，但是我觉得1亿个是肯定有，几十亿个，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然后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其实只要国际羽联出一个规定，说我们以后世界大赛全部用塑料球来替代真的羽毛球我觉得这个规定因为现在已经21世纪了现在我们都提倡这个环保，提倡这个爱护动物，对不对？也有很多因为有很多这叫什么动物保护主义，对不对当然这个也没上升到这么高的这个层面，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浪费我想塑料球呢应该说比羽毛球会更加耐打一点，然后呢那么耐打之后就是必然的结果就是减少浪费了，对不对那么一旦国际大赛世界冠军开始用这个塑料球来打，那么我想可能用不了1个月2个礼拜，可能大家的这个俱乐部平时的业余的比赛大家都会用塑料球了，对不对因为你世界冠军都有这个塑料球了，那我们平时这个业余的大家都用塑料球了，是吧？本身塑料球便宜，然后如果这个飞行的这个也不用飞行的说多么一致，反正世界冠军都用这个塑料球了，大家都用塑料球了呗，对不对？然后让这个各种公司去研发更加飞行更加稳定的这个塑料球不就好了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早晚会有一天
国际语言会做这样一个决定啊。爸爸在这里预言好不好？我觉得10年、20年，我觉得肯定会有这样的规定。我觉得，有这样想法的人肯定不止爸爸一个啊。一旦有这样想法的人啊，掌握了一定的权利啊，那我觉得改变规则是非常这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好吗？再见。